多数人对康乾盛世的认知其实都被影视剧彻底误导了。大众向来认为雍正为人冷峻，手段狠厉，做事不留情面，是标准的铁面帝王。反观乾隆，天性仁厚，心胸宽广，格外体恤宗室，是难得的开明明君。也正因这个印象，乾隆刚一登基就推翻雍正多项严苛政令，为先帝严打清算的宗室平反，甚至替亲兄弘时恢复皇室名誉。后世也一直将这段操作视为乾隆拨乱反正，以德治国的典范。但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一切全是乾隆精心打造的政治伪装，更是大清皇权迭代里最具欺骗性的顶级权谋。众所周知，雍正耗尽半生心血，顶住满朝宗室勋贵的庞大压力，铁血清剿八野党朋党集团，一步步瓦解盘根错节的宗室势力。就算是亲生皇子弘时犯错，照样狠心处置。他用极端铁腕的手段扫清朝堂数十年的乱源，牢牢夯实皇权根基，彻底终结了长期困扰大清的夺嫡隐患。可谁也没想到，雍正刚刚驾崩，丧事尚未落幕，朝野人心还未稳固，年仅18岁的乾隆就迫不及待推翻父皇钦定的铁案与遗政。对外，他刻意塑造仁孝宽和的形象，对外宣称不忍宗室凋零；对内，他却悄悄完成了一场最温和也最彻底的无血皇权洗牌。本期影片，我们端起世俗刻板印象，深度拆解乾隆登基后的第一波核心政治操作，揭开他为何大范围平反雍正罪臣，却唯独不敢赦免八爷九爷的底层算计，带你看懂少年帝王收拢人心、稳固皇权的绝顶手段。雍正13年，雍正帝猝然离世，大清迎来了建朝以来最微妙的皇权交接时刻。表面上，乾隆弘历顺理成章继承大统，江山稳固，皇权平稳过渡。可实际上，此时的他深陷4年受限的致命政治困局。当时的乾隆年纪尚轻，从未独立主持朝政，手里没有半个自己提拔的朝臣，更没有深耕多年的宗室根基与朝野威望，满朝文武全是雍正亲自提拔，历经数十年磨练的资深老臣宗室诸王，个个饱经9子夺嫡的残酷斗争，皆是深谙权术博弈的老谋深算之辈。新君无权，老臣掌权，宗室盘踞，朝堂格局极度失衡。只要乾隆稍有失误，大清极有可能重蹈早年夺嫡乱局，再次陷入皇权动荡、朝局混乱的危机。更致命的一点在于雍正一生治国向来以严刑峻法、铁腕肃贪、高压管控宗室为核心，他大力整顿吏治，充盈国库，革除百年积弊，为康乾盛世打下扎实根基。可与此同时，也彻底得罪了满洲勋贵、宗室集团以及依附旧势力的贪腐群体。数十年来，这些势力心怀不满，积怨极深，只因为雍正皇权威慑力足，才一直隐而不发，不敢造次。如今铁腕先帝骤然离世，压制多年的朝野矛盾瞬间松动，随时可能集中爆发。这就是乾隆刚登基时面临的最大政治隐患，也是他必须第一时间解决的头等朝堂难题。很多人一直疑惑，乾隆执意推翻父皇遗政，为罪臣平反，难道真的是看不惯雍正手段残酷，心生不忍？真实答案和善良没有半点关系。这一步看似忤逆不孝，公然否定先帝决策，实则是乾隆权谋里最高明、成本最低的稳权大招。熟悉皇权规律的人都知道，新君初登大位，最迫切的从不是推行新政、更换朝臣、树立威严，而是收复朝野人心，消解常年积怨，稳固自身的统治基础。而想要快速抚平朝野怨气，积攒政治口碑，最快的方式就是修正雍正的过严之政，给常年被打压的宗室集团一条喘息之路、翻身之路。是在雍正驾崩短短数月之内，乾隆接连下发数道圣旨，全面开启大范围平反操作。他率先释放被常年圈禁、饱受搓磨的14阿哥云，12个云恢复2人的宗室身份，归还部分俸禄与爵位。随后，他逐条甄别雍正朝获罪的宗室成员，为大批被削爵、罢职、流放的皇室族人平反昭雪。而最重磅、最能收拢人心的一步，就是公开为3阿哥弘时翻案，正式恢复其宗籍，重新承认他的皇子正统身份。这一连串温柔的政治操作，效果立竿见影。所有不满雍正高压统治的宗室、勋贵旧臣，无一不对乾隆感恩戴德，朝野上下一片赞誉，人人都称新帝仁厚圣德，胸怀天下，远比严苛的先帝更适合治国。短短数月时间，年仅18岁的乾隆不费一兵一卒，未行一次铁腕镇压，就轻松收拢了整个宗室集团的人心，完成了雍正一辈子都没做到的朝堂人心整合。这里有一个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都看不懂的关键细节：乾隆从来没有否定过雍正当年清算八野党的正确性。自幼常表意皇宫，亲身经历权力斗争的乾隆，亲眼见证过9子夺嫡的血腥厮杀，也亲身感受过朋党乱政带来的朝堂动荡。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当年的八野党结党营私，勾结满朝朝臣，暗中觊觎皇权，公然动摇国本，每一桩罪证都铁证如山，无可辩驳。雍正当年的铁血清算，从不是残酷弑杀、无故加害亲族，而是为了稳固皇统、杜绝朝堂内乱、保全大清江山的必要举措。既然心知肚明先帝没有错，乾隆为何还要执意平反、推翻旧案？
这就是帝王思维和普通人思维的本质差距。普通人看待事情习惯分善恶，讲情理，论好坏，但真正的帝王从来只论利弊，只看全文，只计长远。当时的乾隆根基浅薄，权力空虚，朝野威望不足，根本没有底气，也没有资格延续雍正的高压治国模式。如果他执意坚持铁腕，照搬先帝严政，只会进一步激化宗室矛盾，加深朝堂对立，让自己直接沦为孤家寡人的冷血新君，最终大概率被宗室势力和前朝旧臣联合架空。为了自保，为了稳权，为了站稳脚跟，他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彻底地气硬刚路线，以宽仁为外衣，以平反为手段，主动施恩，收买朝野人心，换取朝堂暂时的安定与全民拥护。表面看似以德报怨，仁厚宽容，实则步步算尽，极度理性，每一棋都是为皇权稳固服务。如果你只看得懂乾隆大范围平反的表面，只能看懂他的伪善，但如果你能看懂他的平反底线，才能真正读懂这位少年帝王的恐怖城府。在大范围宽恕安抚宗室的同时，乾隆始终死死守住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那就是坚决不彻底平反8阿哥胤嗣、9阿哥胤妃。他愿意赦免所有依附八爷党的从犯，愿意抚慰受牵连的宗室亲族，愿意修复破裂的宗室关系，唯独坚持保留八爷9爷结党谋逆、罪在不赦的核心定调，始终不松口、不翻案、不洗白。这一步操作直接戳穿了他无底线人善的伪装，尽显顶级帝王的制衡智慧与大局观。乾隆心里十分清楚，当年的八爷9爷势力极为庞大，朝野根基深厚，影响力更是跨越数十年，根深蒂固。一旦他冒以为两人彻底翻案，就等同告密，公开向天下宣告雍正当年的铁血清算属堕冤杀。当年的夺嫡之争是雍正理亏，这个逻辑一旦成立，不仅会彻底动摇雍正的历史正统性，更会直接撼动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还会给后世所有宗室留下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结党营私无罪，觊觎皇权可恕，谋逆乱政可平反。日后一旦有人效仿八爷党揽权乱政，挑战皇权，大清必将再次陷入内乱动荡。所以乾隆宁可放宽小罪，安抚人心，收买舆论，也绝不松动核心铁案，柔中带刚，恩威并施，进退有度，把帝王权衡之道运用到了极致。至此，乾隆这波选择性平反的顶级权谋彻底落地成型。他用小范围的宽容恩惠，化解了雍正遗留的朝野积怨，轻松收拢宗室人心，稳固了刚刚建立的新生政权，又用绝对坚定的底线守住了皇权正统，杜绝了朋党乱政的隐患，维护了先帝的权威与历史定位。进可以笼络天下人心，收获朝野拥护；退可以固守皇权根基，杜绝后患。18岁的年纪就拥有了无数帝王一辈子都修炼不来的政治城府与大局思维。对比雍正、乾隆父子两代的治国风格，两人的权谋差异、治国逻辑一目了然。雍正走的是刚硬王道，面对朝堂乱局，百年积弊，权臣盘踞，宗室跋扈，从不避让，正面硬刚，以绝对皇权压制一切矛盾，用铁血手段换取朝堂清净，国库充盈。这种治国方式见效极快，奠基极稳，却也容易四处树敌，积怨满朝，最终落得残酷冷血的历史评价。而乾隆走的是柔软霸道，从不正面树敌，不强行对抗旧势力，不直接激化矛盾，他以仁善为伪装，以恩惠为武器，以让步为手段，润物无声，掌控朝堂，御抚满朝人心。看似温和无害，处处退让，实则杀人无痕，尽掌全局，所有权力，所有人心，尽在掌控之中。很多观众都会陷入一个误区，觉得乾隆敢推翻雍正旧政，宽待宗室，就是能力更强，格局更大，心胸更远超父皇。但真实的历史逻辑恰恰完全相反。乾隆所有的柔术人心，所有的制衡算计，所有的稳权手段，全部建立在雍正铁血打底的基础之上。是雍正用一生的严酷执政，扛下满朝骂名，替乾隆扫平了朋党隐患，肃清了百年贪腐积弊，震慑了嚣张跋扈的宗室势力，累积了充盈富足的国库家底。正是因为雍正把所有得罪人的脏活、累活、硬活全部做完，把所有可能动摇江山的动乱苗头全部掐灭，乾隆才有足够的底气推行宽政，收拢人心，坐享盛世美名。简单来说，雍正负重前行，扛下所有骂名，为大清筑牢百年根基；乾隆顺势而为，施恩收心，收割朝野口碑，坐享代代相传的盛世赞誉。一个负责奠基立威，肃清乱源；一个负责守成立德，笼络人心。两代帝王的治国逻辑互补互成，却也暗藏皇权迭代最无情的规律。新君上位，必先修正先帝旧政，重塑朝堂规则，建立属周以自己的个人权威，这是千年不变的帝王定律。看透这层深层的权谋内幕，我们就能彻底打破大众对乾隆的刻板认知。他从不是单纯天真的仁厚明君，而是一位极度清醒、极度克制、极度擅长人心操控的顶级权谋帝王。他这一生所有的平反，所有的宽容，所有的体恤，所有的让步，从来都和善良无关，全部是精准到极致的政治算计。每一次施恩都是为了稳固皇权，每一次退让都是为了掌控全局，每一次柔性操作都是在为日后独揽大权，彻底掌控朝堂铺路。少年乾隆看似温顺敦厚，人畜无害，
实则城府如海，算尽人心。这也是他能够稳坐64年皇位，缔造大清盛世巅峰的核心底蕴。从雍正的铁腕治国到乾隆的柔性御臣，大清的朝堂风气、皇权格局、治国核心逻辑，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迭代转换。而这一次由严转宽的变革，也松动了朝堂吏治，放纵了贪腐苗头，为后期大清由盛转衰、贪腐滋生埋下了深远隐患。我们这个系列不走大众流水线的通俗讲史风格，专门拆解历史表面之下隐藏的权谋博弈、帝王心术与人性底层规律，带你看懂最真实的清朝皇权斗争，也能从历史中学到实用的职场生存智慧与为人处世之道。喜欢这类深度乾货解读的观众，一定要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解锁系列更新，不错过每一期高质量内容。本期我们完整拆解了乾隆登基后最精彩的人心收割权谋。下一期我们聚焦雍正最聪明的皇子弘昼，深度解读他一辈子装疯卖傻、刻意荒唐，靠活出丧避祸的真实结局，揭开皇家手足相残、无情避祸的底层真相，敬请期待。想要一次性连刷完整剧情的朋友，点击页面播放列表，追完雍正权谋全系列全部集数，完整看懂康雍前3代皇权迭代的全脉络。